传言都说刀河王就是罗峰，总算有些可骄傲的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祖神秘境。五彩极光湖，直径最大处10光年，威能无尽。从此刻起，你们两个便是紫荆岛的传承者。我便是对你不敬了，又怎样？这祖神教的虚拟空间，比起虚拟宇宙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刀河王，传说中的刀河王，就是那个刀河王。荣耀世界排行榜，我的位置在这儿。不同层次的传承者会归类在不同的排行榜，7重最高。七剑王，按照战斗胜利失败次数进行排名，赢的可以得到荣耀点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额外的传承机会。先前与你一战，甚是畅快，日后可多多切磋。广场上有数千万传承者，而鸿蒙这边竟然才有1000多人。这里！就是他，刀河王现在风头正盛，机械族、妖族悬赏早已公开，要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定能声名大振。七剑王，那个团体是北疆联盟。虽说都是些弱小普通族群聚集，实力不如我们鸿蒙，但祖神教发放的传承令分散在宇宙各地，他们族群多疆域分散，来的人也就多。那北疆联盟就爱嚼舌根，别理他们。荣耀点珍贵，大家本就谨慎，极少发出妖战信。他们还因为嫉妒，总挑唆其他族群别接受人族的妖战，可烦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收到了很多妖战信。也对，你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不服气的天才会有很多，你恐怕能收到上千封吧。已经超过6万封了。什么？刀河王一个界主，单靠法则感悟秘法，根本不可能击杀蜂王极限。是啊，肯定是有至宝或极以觊觎，但在荣耀世界中对战，所有人都使用同样强度的神体，兵器装备也只能在荣耀世界内选择。他的那些宝贝在这儿可派不上用场。妖战，我要好好蹂躏那传说中的刀河王。你可要慎重，一旦接战就不能反悔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各族的绝世天才，大部分都自创了巅峰绝学，有几个甚至创出了究极绝学。如果输了，需要等1纪元才能有新的1荣耀点。究极绝学，我自创巅峰绝学就已经令混沌城主老师称赞了。刀河王，我帕厄卡芬四王向你挑战，你敢不敢去？年纪这么大了，靠的不过是诸多积蓄吗？刀河王有实力就跟我赌3荣耀点。刀河王，刀河王。太妙了！哦，那新来的人类竟然接下了62万多场妖战，这倒是紫荆岛未曾有过的趣事。如此强横的神体，太棒了！我还没成为不朽，就能在这儿使用10万倍界主之力的神体战斗。刀河王，
了那刀河王，他可就是个没有宝物加持的界主，真是没用。带我去会会他。热身完毕，接下来第2战，受死吧！又一个送荣耀点的来了。可恶，我也得给他送荣耀点了。不靠任何外在条件，一名界主能站在3重传承者之巅，我算是服了。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祖神教这次得给人族培养出个超级强者了。不过，后续针对罗峰的暗杀行动，怕是会越发疯狂。这刀河王绝不能留，他若成为宇宙尊者，必将拥有宇宙之主的实力，到时可比无法复活的宇宙之主威胁还要大。我们妖族的附庸族群，在祖神教接受传承的有谁？少时尊者现为5重传承者。我们狱卒地处边陲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那占着核心疆域的4大族群，自会演绎出好戏。将刀河王列入优先击杀的人族名单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，我主。父神，即刻铲除人类刀河王。是。空万族绝光，拜见虫族女皇。看遍我虫族联盟，以绝光尊者最为合适。孔万族擅长灵魂控制，被极光湖湮灭造成的损失，等你复活后，联盟都会弥补。最好灵魂控制那刀河王。绝了人类逆转时空复活他的可能，控制不了就当即击杀。结束了。你的荣耀点已经超过了61万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1次珍贵的传承机会，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怎么还没出来？可恶的人类，真是胆小！我在钻研兽神之道的同时，与那62万场战斗不断验证。如今，我的兽神之道已经接近第3重圆满。空间法则感悟也水涨船高。现在，地球人本尊、金角巨兽都能施展瞬移。不过，空间法则的封锁和绞杀方面还得再参谋。该出去接受新一轮的兽神传承了。
牲我堂堂宇宙尊者，只为你一个界主，你该骄傲了。好快！是妖族阵营的赵氏尊者。我先观察一下。想控制我为奴仆，做梦！什么？他的灵魂防御竟如此强大，那就去死吧！是找师尊者和罗峰的气息。赵师尊者出手攻击刀河王，一遭灭杀，而刀河王的躯体也已完全湮灭。这刀河王的羽翼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！祖神教有令，传承者之间严禁抢夺行为。刀河王已死，他便是无主之物。精灵理应失效，怎么会？宝物怎么飞进去了？不可能！刀河王还活着。是刀主。赵氏尊者未尽命令，岛主，在我教中刺杀传承者，即使通过逆转时空手段复活，我族神教也定将继续追杀，至死方休。岛主，怎么可能？他看起来毫发无伤，难道有传说中的分身天赋？刀河王没死。都散去吧！记住，刀河王为我族神教传承者，刺杀他，必将受到族神教灭杀。从未见过祖神教如此重视一名传承者，要再次刺杀罗峰，只怕难上加难。将刀河
宇宙尊者的代价，竟也无法伤到刀号王分毫。下一步，你可有对策？祖神教发布的追杀令，已令我妖族联盟成员胆寒，不敢妄动。恐怕现在只能等待时机。这枚眼中钉，我誓要拔除。我已练成兽神七杀第3篇与事无羽翼第2形态。然而，我的名字早已传遍宇宙，分身天赋也在人前暴露，更成了3大巅峰族群刺杀的目标。此等提升还不足以自保，若要更快提升，最佳方法就是利用金角巨兽的天赋秘法，孕育出第3分身。祖神秘境作为宇宙最高等秘境，聚集着宇宙中最多的特殊生命。若能在此获取一名强大特殊生命的身体材料，第3分身便指日可待。秘境看似瑰丽，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，连宇宙之主都可能被困于此。你要是不慎被杀，必得不偿。我若一味规避凶险，等异族耳目再次找上门来，恐怕也只能任人摆布。而且在秘境之中，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3分身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！此地果然凶险，相较而言，这里却安静无比。是宝物。这颗晶球竟然与我魔杀分身的晶核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它散溢而出的法则之力不断涌入我的晶核，这是为何？下方看似是一汪水池，但本源法则力量异常充沛，而且不断向上方的晶球汇聚。这种奇异现象下的造物，不会错的，是空间之心。空间之心？空间之心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法则能量，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，直至成体形态才能积累而成的。而且魔杀分身擅长空间法则，它的能量会涌入你的晶核，说明你们相性极佳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你休想觊觎！靠近的无声无息，这名异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灵魂竟然不受丝毫影响，那便只好陨落于此。杀人夺宝，就别怪我自爆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在五彩云华掌控会有什么结果。
成功自爆，也无法破坏我的神力保护。光脑损坏，无法散播信息。你唯一的生机已经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吗？我的其他分身仍能用光脑发布信息，届时各族的超级强者都会知道空间之心的下落，而你势必留不住他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眼下敌我力量悬殊，又有空间之心的能量一直在涌入我的生命金河，先拖他一拖。我的生死被你一手控制，就算你给我什么宝物，恐怕等你得到空间之心，就会立即杀我。我又怎么信你？有什么交换条件？你提。让我想想。我没有夺得那空间之心的野心，但是我也不想陨落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信你不杀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空间裂缝消失了，成体了，终于成体了！3000纪元了，不枉我每天过来扫荡一次。空间之心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不！他的能量耗尽了，看样子是回光返照，最后的光芒了。难道是先破灭后新生？你看着那空间之心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反正空间之心已经成体，就算他通知谁来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空间之心怎会无故碎裂？难道是那可恶的传承者冲进了五彩渊华，引起了特殊反应？就算他冲进五彩渊华，可那已经是空间裂隙消失。空间之心完全成体之后的事了，怎么会碎？怎么会碎？你用拖延战术把空间之心积蓄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你谋杀分身的力量已达到100倍建筑之力。要知道，你的金角分身也只有10倍呢。不只是力量，我也由此领悟到了新的天赋秘法——玉。坐稳了。在半径1万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够瞬间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总算能回归原来的计划，寻找第3分身。出发！
处名为九幽时空，是我此行的目标，世界树的所在地。若世界树能作为第3分身，拥有3大优势：其一是掌控时空的天赋能力；其二是其巨大体积能储存巨量神力；三是能强化神国，避免外敌入侵。只是这座岛屿的植物生命攻击性极强，这第一步必须先设法避过他们的警戒，来到世界树面前。太慢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已经这么近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竟然没有落叶，没办法，不能捡，只能抢了。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摔下来！可恶的外族！这么强，竟然未及反抗就被杀死。这棵世界树虽然只有戒除级，但已经有了封王的水准，仅凭魔杀分身尚不足以抗衡。我必须借助外物。这颗火神元晶能炸死封侯不朽，那棵世界树也就戒除级。而且也没法燃烧神体，肯定挡不住。杀！材料已到手，走。周围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完全动不了。难道？父亲，让我亲自杀了他！胆敢伤我此尊者，杀无赦！七七好惨哦，烧了那么多叶子。七七，要不是父亲，那一族可就逃跑喽。小七，那一族逃跑手段的确很厉害，瞬移消失都不引起空间特殊波动。若是让这一族逃掉，就很难再找到他。他既然伤你，我便帮你惩罚他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那你就好好努力。像你大哥他们成为不朽，就不怕那些异族了。一定是最强世界树。听闻他与宇宙尊者的等级达到了宇宙之主的战力，鼓起一阵风便能将我分身灭杀。那世界树肯定警惕起来。那我怎么办？最强世界树，你那等身份何必跟我过不去？一两片枝叶，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你出手，不是掉价吗？但接连2次失利，我已对最强世界树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了解。此次我另做安排，当不会再有术士。祖神秘境看似瑰丽，
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。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三分身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休想觊觎！这个一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怎么会死？在半径10000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够瞬间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胆敢杀入此尊者，杀无赦！子牙尊者，多亏有你瞬移，我们才能顺利抵达。不敢，万事还需仰赖废镜王你。荒石岛相对安全，却没有宝物。我准备稍作休整，就去九幽之海。九幽之海，那可是整个九幽时空最危险的地方，海中偶尔出现的漩涡更是凶险未知。一旦陷入其中，就算是宇宙尊者也很难活着出来。至今没人知道那些漩涡下究竟有什么。你去不去可自便。他是上一不朽传承者中排名前10之人，又有那独步宇宙的探查天赋宇宙之境，跟着他自然有益。且忍他一时，既然废镜王去，我自然追随。我先探一探周围11公里。听说他有一至宝羽翼，在紫金岛上没法下手，在这儿却是好机会。废镜王，你不会？怎么，你不敢？我北疆联盟可不怕他人类联盟。子牙尊者，你不必插手，也不必搅入这浑水中去。可是你也规矩点儿，别提醒那刀河王，否则便是与我为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插手。还有1个月。不好，空间封锁。是宇宙特殊生命，实力足以力拼宇宙尊者。刀后王，在我面前你还想逃？又甩不开他。废镜王本就已追踪出你，天生神速，身体又远超过你。倒是想敲他了。日无羽翼第2形态。至宝未能果真不凡。交出羽翼，饶你命！我的速度无论如何拼不过他，我要靠机动性一试。燃烧神体虽然能使速度大增，可也加大了转向的难度。废镜王可不会让猎物从眼皮底下溜走，他给动手了。好
远超魔音山的死亡深渊。是封印类重宝，加之废镜王神力加持，堪比宇宙尊者的封印手段。想在我毫发无伤的情况下直接封印我，简直妄想！好宝贝，刀河王，我本不想杀你，现在休怪我了。废镜王一吼，刀河王怕是要死。废镜王2大天赋秘法，一者探查，一者攻击。攻击可毁灭灵魂。好可怕的手段！最后关头，要不是塔主挡住了。不可能！我这一击未能足以媲美普通宇宙霸主。可纵是塔主，也未必抵御得了第2回。你疯了吗？九幽之海危险重重，每滴海水都重如泰山，还会出现九幽漩涡。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？怎么可能？不可！等等，难道他还有件保护灵魂的至宝？刀河王，你跑不掉的！不好，他的攻击虽没技巧，但被他燃烧的神力击中，我怕是也完了。事无巨细，已用至极限了。神力成丝，九龙！小心，他神力加重了10倍。外族擅闯我族九幽之海，找死！什么？九幽漩涡中有生灵？哼！滚开！都说九幽漩涡通往九幽之海核心之地，看来那里应该生活着一群可怕强者，随便出来一个，实力就比我强。不相上下，一时之间解决不了他。所幸他也奈何不了我。不管他，杀了刀河王，夺下至宝，我不愁脱不了身。可恶，没办法了。不，至宝，那可是2件至宝。阴魂不散。算你跑得快。但这撕扯力便能将我湮灭，阵风星辰。
奇异的空间，有点像发现空间之心的地方。好强的阻力，是雾气中蕴含着特殊力量，封锁了空间波动。那便无法瞬移，也不能神国传送。那是什么？有军队，与刚才那尊者是同一组，300多人，个个都是不朽。有念力扫荡，外族，你快去上报，其他人随我追击。我早已演绎气息，怎么仍被他们的神力探查到？他们好生灵活，似乎完全不受雾气影响。不过，就凭你们还追不上我？这外族就一个不朽，在我族天地里，怎么能比我们还快？这里的土著身体基因非比寻常，随便几个士兵都这么强。如今我行踪暴露，恐怕很快会引来更多追兵。巴巴塔，这些异族什么底细？所有数据库中都搜索不到记录。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从不曾有人离开这里带出讯息？以魔杀分身天赋秘法玉的手段，来去倒不成问题。谋杀分身眼看就快到了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再等等，我先去问问混沌城主老师有没有情报可提供。到了，就看这次了。行动！来了，成功！又是我，又来攻击我，怎么又是我？很好，现在只等魔杀分身赶来了。不太对劲。前些日子，那些家伙还一直追着我，力度越来越大，甚至有过11名不朽联手围杀我。可现在，他们却突然消失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皇子殿下，整个包围圈300万将士已完成合围，9位将军也已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想不到这外族这么能逃，
有趣的很，定要让我亲手击杀他。废旧王，交出羽翼，有你令！你疯了吗？九幽之海危险重重，刀河王，你跑不掉的！外族，擅闯我族九幽之海，好奇异的空间，成功！想不到这外族这么能逃，有趣的很。612名不朽，合围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我族神力勾动九幽世界之力，能清晰查探出周遭一切非我族群之力的外族。数百万将士合力，我就不信那外族逃得脱。殿下，9层包围圈已部署完毕。传令，收网，层层筛查。800不朽听令，九幽合击。这么轻易就死了？不对，才这么点东西，他肯定是假的。众将士归位，包围圈继续收缩。硬碰硬我毫无胜算，只能派不朽楼仆幻化成我的模样，暂时拖延时间。现在就看是包围圈收缩的快，还是魔杀族分身赶来的快了。好可怕的阻力，不仅无法瞬移，连返回都难。幸好我有天赋秘法玉，不然怕是要耗死在这里。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果然，按照原计划，扫灭一切外族，绝不放走一个。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已经杀了39个，包围圈直径已缩小至10万公里，他快藏不住了。
了。皇子殿下，都找遍了，这里连一丝外族的气息都没有，怎么会？天赋秘法，分身。世界树的生命层次接近我体内世界孕育的极限，是成功，还是？体内世界无法承受其生命层次，费了那么大力气，还是失败了。身体大小决定着神力多寡。若第三分身拥有足量神力攻击，可大大提高我的保命能力。还有什么借助其特殊生命，像世界树那样拥有庞大身体，适合作为我的第三分身？这么破坏会被叔叔说的吧？没事，他更希望我们变强。婴儿就是行星级，成年便是界主。这族群还真是强大。你们这些黄海孕育的，只有成为不朽，才有资格通过九幽漩涡去这一方世界之外瞻仰族海的壮阔。九幽漩涡，他口中的族海是指九幽之海吗？哼，而我，嘿嘿，可是吸纳族海中的精华诞生，你们就该封我为首领。吸纳族海精华，九幽一族是能量类生命，诞生的方式果然特殊。黄海108座都位于九幽世界的中心，备受礼遇，受无数子嗣朝拜，且禁止任何人触碰，未必比族海差。先前听说这里有108位皇子，没想到黄海竟然也是108座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不成每一座黄海都和皇子有关？甚至……九幽皇子就是黄海，而九幽时空的主宰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果然如此。九幽之主的地位之所以与我媲美，是因为他被击杀后很快就会现身，不死不灭。当年妖族的天狼之主和苍央之主联手追杀他至九幽之海。九幽之主逃入海中消失，随即整个海洋的无尽神力燃烧。苍央之主瞬间就被灭杀，天狼之主则靠至宝天狼殿才侥幸逃出。
经此一役，众人才知那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他一旦死了，九幽之海中就会诞生出新的一位，而九幽之海便是他源源不绝的能量源泉。有那直径10几光年的神力海洋，宇宙中谁能和他比拼神力？你问这做什么？弟子在九幽世界中探查得知，九幽之主有108名皇子，共108座黄海，便猜测其中关联。我想孕育的第3分身目标就是那九幽皇子。哦，有108位共存，生命基因层次应该不会太高，孕育成功几率会更高。九幽之主性情暴躁，你取其海水时若遭为难，实在无计可施，就向他亮明是我的弟子。此行务必小心，免得让老师惦念。你可知真眼得知你被逼入九幽漩涡后，不惜闯入九幽时空，与废晋王死战。后来呢？真眼厚积薄发，已于近日突破至宇宙尊者。废晋王实力远不及他，被杀得无路可逃。若非万峰尊者前来阻拦，废晋王必死。老师的恩情我一定偿还，而废晋王他的命早晚由我来受。跪拜的那些，应是尚未孕育生命的借助级皇子的黄海，适合孕育分身。你呆站在这干什么？欣赏黄海的壮阔，一时愣神。小心点儿，海水严禁碰触。明白。希望九幽之主不会在乎这点海水。为了第3分身，为了将来的机遇，拼了！好浓的血腥气！人类，我看你是一心求死。拜见九幽之主。你在此逗留已久，应该知道黄海是禁止触碰的，竟还胆敢弄走海水。好强的杀意！我发现其他黄海的海水很普通，唯有这小型的黄海，海水有如鲜血，甚至隐隐能闻到血腥味。我在好奇下才弄了一些海水，我也是心存侥幸。心存侥幸，明知道是禁忌还敢触犯，那就得有承担后果的准备。看来只能亮明身份了，九幽之主。以为我要杀你？我本想杀了你，但你刀河王是我祖神教外围组织内定的吸纳成员。你若愿意成为我九幽一脉的护教使者，我便饶你一命；不接受，你知道后果。为的是这个。听说修炼兽神之道至5重传承者，就必须加入祖神教外围组织。你加入本就是迟早的事。加入还是不加入？拜见护教神主。你倒是聪慧，这是祖神令，你可借此与祖神教联系，切勿丢失。明白。去吧。刀河王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几个老家伙要是知道他入了我这一脉，不知会怎样。
我竟然到了九幽时空之外。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恭喜主人！哎，海水到手，可以再孕育第三分身了。天赋秘法，分身。开始真正孕育，预计时间600年。成功了！将来我便会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力源泉，即使陨落，也能再度诞生。